大家好，我是大伟。心脏不好的人，动力不够强劲的，今天教你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叫做超慢跑。这个动作其实已经非常有名了啊，在一些权威的杂志上面也报道过。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动作简单啊，在家里面就能做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还能够刺激到我们全身的一个气血运行，增加我们心脏的一个活力。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开始讲动作。这个超慢跑虽然简单，但是其中有一些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先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动作。我们双腿啊微微并拢，然后呢，你看啊，走1、2、3、4啊，这是一个慢动作，给大家演示5、6啊，就这样，慢慢的把这个动作给做好。做的时候呢，有几个地方啊，第一个是小腹要往内收紧，第二个是呢后背啊要打开啊，就是说我们的肩胛骨要夹紧，把这个动作做好。那么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我这个动作拆解起来，慢动作，我脚抬起来的时候，此时我是脚尖点地，大家看啊，脚尖点地，我的脚趾呢要往下勾啊，就是说我穿鞋子大家看不出来，我们脚尖点地的时候，我们的大拇指包括其余4个脚趾啊都要往回去勾，去有一种踩着地啊往回发力的感觉，抠着地的感觉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下啊，我的脚趾都要发力，而不是单单的你看这个动作就这样去做，这样去做的话啊就太散了，那做起来的效果啊肯定也是平平。所以呢，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架子啊给它立起来。什么叫做立架子呢？大家看啊，我做个散的给大家看啊，这个就是比较散啊。架子怎么立起来呢？你看腹部一收，后背肩胛骨一夹，你看整个人是立起来了。然后呢，开始做，脚趾发力。你看这样去做的话啊，正面看一下，这样去做的话啊，是不是和刚刚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就是把这个架子啊给它立起来啊。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就是腹部收紧。后背的肩胛骨夹紧，同时呢，在每一下脚尖点地的时候，我们脚趾都有一个往回抠的力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把这个感觉找好。做的时候速度不用快，你一定要把每一下做到位了啊！你看，一下是一下做到位了，慢慢的把速度可以变快一些，然后就以这样的速度为一个基础啊，大家看，可以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然后呢，记住这个时间，然后每天呢就跟着我的这个节奏啊，你看去走。速度不用很快，就这样，缓慢的，你会发现这个动作有个非常神奇的事啊，就是说你把这个架子一旦立好了，走上一个30秒到1分钟，你的这个心脏跳动的速度啊，就慢慢一点点的上来了。而这个速度呢，它不会让你的心脏承受太大的压力，但是呢，又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心脏跳动的一个区间，达到了一个运动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大家平常在家的时候看看电视。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或者呢，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啊，就把这个动作练起来，每天去踩上一个5到10分钟的一个时间啊，就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既能够增加我们的运化，又能够很好的加强我们心脏的一个功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好的，记得一定要收藏下来，并且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最后啊，再讲一句，如果没有关注的，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无论你的年龄多大，心脏啊，在于我们养生当中啊，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是帮助你啊，如何去养护好咱们的一个心脏。所以视频的内容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看完。咱们今天啊，来讲一下心脏。很多朋友啊，心脏感觉不好，那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有泵血的能力，所以呢，如果它的泵血能力越强，那么你就会感觉啊，身体上面就越有劲啊，气血充足啊，正气啊也非常的强。如果心脏它的泵血能力变弱了，你会感觉身体非常的虚弱，而且整天啊就会浑浑噩噩的，没有劲。第二个啊，心脏如果出现一些问题以后，你会感觉我们整个后背啊会持续性的发酸、僵硬、难受。第三个啊，就是当我们气血不足以后啊，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脚这些末梢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些冰凉，而且呢，很多人啊，他反馈是长期的冰凉。所以呢，今天啊教给大家的这个养护心脏的方法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实用。我希望大家啊，如果跟着我做完以后啊，感觉有效果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
并且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好了，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来教大家这个方法怎么去做。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有一个心脏非常重要的反射区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肋关。有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肋关我知道啊，大家每次我也会按一按，但是总感觉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用。我告诉大家，你的方法用错了，你没有深层的刺激到咱们的肋关，所以呢，你的这个用处来的也就不那么明显了。那么今天教给大家这个方法是有顺序的。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刺激肋关之前呢，我们要先把双手给搓热。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啊，就双手啊在胸前啊反复的搓，一定要把我们末梢的这个血管给它打开，要给它搓热啊。你不搓热这个动作啊，它其实来的是非常慢的啊。你看手掌掌心搓，然后呢手背啊要搓啊，反复的去搓啊，大概用时也就1分钟左右，你会明显的发现啊手上啊变热了。如果你手上本身就热乎乎的，那么这个步骤啊可以省略。第二个呢，就是啊，要把我们这里啊给它搓热。你看，大家注意看啊，搓一搓，转一转，整个手腕要给它打开啊。这个是前面的一个步骤，非常的重要啊。很多人会忽略啊，所以说很多人啊做这个动作，它来得很慢啊。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手腕这里啊给它搓热。好。那么我们正常情况下是搓上一个30秒到1分钟左右，做完以后你会有个很神奇的感觉是什么呢？整个手掌啊发麻。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啊，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个言。然后呢，当你有这种麻麻的一种感觉以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动作了。怎么去做？非常的简单啊。第3步就是把我们的手腕和手腕啊轻轻的靠在一起。你看，1、2、3、4、5啊，我们就这样去撞它啊，撞上10下，非常的简单啊。然后10下以后，你看交换，继续啊，注意看啊，是我手指画的这个区域，你不用管是具体哪里，我们只要把整个区域啊靠在一起，轻轻的去撞啊，不要很用劲啊。就你看，咱们就这样轻轻的撞啊，轻轻的撞啊，速度是这样的速度啊，你看做完10下以后换。我们正常做的话，就放在我们的这个肚子上面啊，就这样啊，做完10下换，10下换啊。正常你去做上一个100下啊，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事，什么事情呢？就是很多人啊反馈做完以后啊，一下子就感觉啊气血啊有一种往上涌的感觉，不仅是手上开始升温了，像手上握着一个小太阳一样。脚底也开始逐渐的升温了，而且呢，这个动作它的时效性很长。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坚持的能连续做上7天到14天左右，慢慢的你的整个心脏功能啊会越来越强大。后面呢，你就可以不用去做了，或者呢，你可以把频率调成1周做2次，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动作非常的好，所以我真心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学会以后给我的视频下方点个赞。在别人那里可能这个动作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这里我会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所以呢，希望大家关注我，我是大伟，你们的老朋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大家一个强壮我们的心脏，完全打开手臂上面经络气血的一个好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实用，而且非常的简单。像如果你感觉经常这个手上发凉，手上没有力气，摸一摸自己的这个大臂的这个外侧感觉里面有一些小疙瘩、小筋结的，都适合去做这个动作。而且做完以后你能体验到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感觉这个心脏仿佛真的被强壮了然后呢泵血能力变强了，气血推着往我们手心上面去涌，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呢？如果你跟我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记得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视频转发和收藏下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动作。这个动作叫做空撞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手你看这样交扣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整个这个掌腕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鱼际和小鱼际相连的这个地方给它撞击其实做起来是这样的看大家听这个声音
那么我们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啊，你能这个手臂上面是有一种震荡力啊，往回去传。同时做完以后啊，哪怕你就做了5-6下，你能感觉这个气血啊被推着往前走。好，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那刚才大家都看到这个动作，我们正常做的时候是手臂往前伸啊，不是这样啊，手臂往前伸，这样只是给大家演示。往前伸以后呢，大家看啊，手臂你看。一扣，然后呢，让两个我们手腕这里啊撞击在一起，看1、2、3、4，大家听这个声音啊，大家可以看我手臂抖动的一个幅度，大家看我手臂抖动的幅度啊，大家能感觉出来啊，你自己去做，你会有这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做几下，这个手上面就开始酥酥麻麻的，然后气血往前涌，手掌上面发热，有的朋友啊，额头和后背啊还会出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作真的非常的锻炼人啊。我们做的时候记住了，这个手臂尽可能的往前伸直，并且让它这个我们整个大臂和地面保持平行，就这样伸起来啊，你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啊，把这些细节掌握好，手交扣在一起，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大家再讲一遍啊，我们撞的时候是这样的啊，这样撞啊，你看1、2、3、4、5、6、7、8、9、10啊，看一下啊，做的时候注意啊，这个手不要弯啊，而同时呢，手呢是绷着一股劲啊，做的时候你看手绷着一股劲去做啊。这个动作啊，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简单不代表它不好用，这是我在视频里面反复给大家强调的。有些动作它就是既简单又好用，我相信大家掌握了这个动作以后，就通过每天的练习啊，就能让自己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这个动作啊，应该是我全网首发出来的，你们之前应该是没有学过这个动作的，所以呢，看完以后啊，记得不要吝啬手中的赞啊，给视频点个赞，并且把这个好的动作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为，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因为在这里啊会分享真正的养生小知识，让你自己啊受益。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道家气功气养专栏，教你用气调理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些常见小问题。咱们今天啊讲一个非常神奇的，就是用气啊去打开我们腿部上面的经络。做完以后啊，你会发现啊，你局部的一个气血循环被打开，脚底啊热乎乎的，腿脚变得特别的轻松。那么在这里啊，我要说一下，咱们如果没有看过第1期的内容，就是咱们专栏第1期的内容，教你如何引导气的，一定要先从第1期开始看。那么看完第1期呢，有了这个气感以后，咱们再来做这一期视频的一个实操。好了，现在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的原理。首先我们说啊，这个气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更多的是在某一个地方局部做一个经络上面的引导，加快一个地方的一个血液循环，从而打开我们的一个气血通道。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一样，通过我们前面几期的一个视频，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感觉到这个气的神奇之处。好了，话也不多说，咱们这个动作现在马上来教大家。首先咱们动作的第1步就是先把气感给它释放出来啊，依然是我们双手的劳宫啊相对，然后呢向外向内的反复多拉几次，直至你的气感出现。这一步我相信一些老的同学啊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有了气感以后呢，证明你的手啊现在有一个往外放气的一个能力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腿啊这样敲起来，用我们的一个外侧的足踝抵在我们的膝盖上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一手的劳宫对着咱们脚底中间的一个涌泉，这样对上去啊，一定要对准了，你千万别对啊没对准，对着我们的脚底板了不行，一定要把劳宫你看稳稳的对上去。对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啊，就是这里啊它是严丝合缝的啊，就是卡在上面啊，这种感觉啊，即便你不用力也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好了，另外一只手呢，我们放在哪呢？我们把我们的劳宫对在我们的膝盖啊这里啊，就是髌骨下方，你去看这里有个小骨头，下面是一道缝啊，这个缝里面是软软的，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劳宫穴啊对上去。好，就把这个姿势啊给它摆好。摆好了以后呢，接下来你就不用去做了，你去想象一个循环，是什么循环呢？就是从我的右边把气啊走到我的左手，再从后方小腿后方把这个气啊移下来，脑中要有一个意念。好，我们来
吸。每吸吐一次，你的手上啊这个意念就跟着走一次。来吸，吸的时候，你看我的手啊，这个意念就是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吐，回，好，再来吸，吐。我做3个呼吸啊，再来一次，吸。大家看，吐。这个时候，如果你再跟着我去做，你会发现有一种麻麻的感觉，从脚底啊往上去走，然后再顺着我们的小腿下来。其实做3次啊就可以了。这个动作啊，对你管不管用啊，就靠3次啊。3次做完以后，你下地把你的脚啊活动一下，你会发现，即便你什么都没做，这个左腿我做的是左腿啊，就明显的比右腿啊要轻松很多。而且呢，如果我们能坚持啊10个呼吸，就按照这个姿势啊，我们坚持10个呼吸，你会发现逐渐的从脚底啊开始发热，然后你循经的这个路线上面呢，也会有一阵一阵的热感，这些都是我们通过气啊去促进我们局部循环的一个帮助啊。就这样，我们左腿做完以后，右腿也一样的啊，把右腿翘起来，翘起来以后呢，把这个手啊位置，你看一定要对好，位置对好。对好位置以后，来吸，吐，一样的，你的意念跟着去走，吸，吐，就这样啊，也一样的啊。我们去做上一个10个呼吸为主啊，做完以后感受一下小腿上面的感觉。如果你第一次做啊，感觉这个小腿上没有这种热乎乎的感觉，没有关系啊，你只需要往后啊再进行多练几次，逐渐的你会感觉这个热感是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方法，经常做一做，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固肾气，提高腿部的一个气血循环，并且打开我们脚底上面的一个经络开关，从而调节我们的身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现在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道家气功气养，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天气热了，有很多粉丝私信我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自己呢和家里面的老人啊同住在一起，那么老人身上总是会散发出一股味道。这种味道啊，就是浊味，就闻着以后啊，非常的难闻。他感觉啊，这种味道会快把他已经逼走了，就是和家里面人讲了，他们自己啊也闻不出来，也没有在意。但是一些年轻人啊，他就感觉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问我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能帮他们解决这个困扰。其实咱们说啊，人到老了以后啊，特别是老了以后，他这个饮食啊控制的还不好，还喜欢吃一些辛辣食物的，身上油脂特别大的这些老人啊，身上就容易产生这些老年味。老年味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代谢啊变慢了，一些废物杂质啊没有办法很好的排出来，这个时候啊散发出来的味道就是老年味。而且这个老年味啊，它非常的刺鼻。如果说你比如说再不爱干净一些啊，经常睡的这个被褥啊或者衣服啊不怎么更换，这个味道啊就会堆积在一起啊，变得既难闻，而且还有一种厚厚的这种油脂的味道啊，就是非常的不好闻。所以在这里啊，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身边或者是自己啊感觉自己的油脂啊特别的重，那么我们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你的被套和你的身上穿的衣物啊一定要勤换。一般来说，只要你能啊勤换这个被套和衣物，以及经常啊洗澡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的味道啊一般不会太重，即便有也是很轻微很淡的一个味道。因为老年味嘛，身上产出来这个味道是没有办法太好的完全的避免的。好，我们再说第二点。第二个，如果感觉这个淡淡的味道啊还是会影响到你，怎么办呢？好，我们再讲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也是非常有用的，就是你准备一瓶风油精，再准备一个小的那个喷壶啊，然后把这个小的喷壶啊给它灌满一点啊这个水，里面滴2到3滴风油精，把这个盖子揉紧啊，晃一晃，把它晃匀了。老年人洗完澡以后，你给他从脖子到身上给它喷一遍啊，这样一喷下来，他这个身上的味道啊就直接啊没有了啊。同时呢，你给他的这个衣服，对吧？洗完了以后啊，或者是你的被套啊，都可以给他喷一下啊。这个时候呢，风油精
它就会很好的把身上的味道给它盖住，取而代之呢，老年人身上也会感觉清清爽爽的。因为由于风油精的一个特性他们身上的这个油脂的一个分泌也会被稍微的抑制住一些。所以呢，把2个方法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结合，这个呢只是给大家的一个思路具体的因为每个人家里面的情况不同，所以呢大家可以从这个思路上面去参考去出发。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